养乌龟当宠物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儿，可你见过有人把大鳄鱼当宝贝的吗？这位老太就是个勇士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他就会牵一头牛来到湖边。只见鳄鱼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吃下一头牛。尽管老太的丈夫2年前被鳄鱼吃掉，但老太依旧对自己的宠物爱得深沉。然而一人一鳄的幸福生活很快被打破。这天，一名研究员在警长的陪同下乘坐小船来到湖中央。研究员潜入水中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，水底一处巨大的洞穴引起了研究员的注意。他朝里面看了看，突然一条大鱼窜出来，把他吓了一大跳。此时的研究员完全没察觉真正的危险就在身后，没等他看清楚，一个庞然大物便发动袭击。研究员挣扎着游到小船边上，警长听到呼救声，赶紧把他拉上来，结果当场傻眼。研究员被水里的东西咬得只剩上半身，来不及留下任何遗言就领了盒饭。凯莉是在纽约博物馆工作的古生物学家，听闻不明生物捕杀人类后，他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缅因州。怪物袭击研究员时，在他的身体里留下一颗巨大的牙齿。通过检测，凯莉确定牙齿来自某种爬行动物，很可能是鳄鱼之类的。除了凯莉，一起参与调查的还有警长以及渔猎局局长杰克。据悉，湖边方圆数十里都没有人，只有一对老夫妻常年住在岸边。女主人正是养鳄鱼的那个老太。细问之下，警长才得知老太的丈夫已经死了。当被问到丈夫的死因，老太说是她杀死的，因为丈夫病入膏肓，生不如死，所以在丈夫的请求下，她动了手。见大家都不相信，老太说尸体就埋在河边，不信挖出来看看。大家都觉得老太在开玩笑，所以并没有深究下去。从老太身上没有查到什么线索，只好到案发地点一探究竟了。然而3人刚离开岸边，就从水里捞出一颗迷路的脑袋。如果他是被湖里的怪物杀死的，那这玩意儿的力量可不是一般的强。方便进一步调查，大家干脆住进湖边的帐篷。不久，神话学教授大胡子也找了过来，他对鳄鱼很感兴趣，在他的很多研究中，鳄鱼都是很神圣的存在。第二天，4人乘坐2只小船来到湖面上，不远处一个鱼群跃出水面，他们似乎受到什么惊吓。没等几人搞清楚情况，怪物便发动袭击，直接掀翻凯莉和警长的船。幸好怪物今天不怎么饿，4人才平安地回到岸上。因为刚才太慌乱，没人看清水底下的是什么。之后他们又在湖边的草丛里发现一只长满蛆虫的脚趾。大胡子拿起来看了看，认为它是从鳄鱼嘴里吐出来的，但警长并不是很相信，他从小在缅因州长大，从来没听说过这里有鳄鱼。这天3人再次来到湖中，大胡子和麦克潜入湖底探寻真相。2人在水下转悠大半天，除了一些动物尸体，并没有其他收获。难道鳄鱼到岸上去了吗？就在这时，船上却发生了意外，凯莉不小心落水，船也被水里的怪物拖行了数米远。好在最后虚惊一场，警长连忙救起凯莉，麦克和大胡子也在这时上了船。可就在随行的警察拉起水中的声呐装置时，怪物突然窜出水面，咬掉了警察的脑袋。一切发生的太快，没人看清怪物的真面目。警察的惨死让警长悲痛不已，大胡子凭借高超的劝人技术，让警长差点自闭。更糟糕的是，警长还精准采用大胡子设置的捕兽器，整个人倒挂金钩，换谁不生气。警长恨不得当场送走这个小兔崽子。2人你追我赶来到湖边，凯莉和麦克听到动静也赶来劝架。就在这时，一头棕熊咆哮着冲向大胡子，好在他是个灵活的胖子，成功避开了棕熊的袭击。可下一秒，一只体型比棕熊大好几倍的鳄鱼从水里一跃而起。即便棕熊十分壮硕，可在巨鳄面前简直是个弟弟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棕熊就成了巨鳄的口粮。眼见为实，这下警长不得不相信缅因州的湖里真的有鳄鱼。随后凯莉从网上查到资料，证实这是一头亚洲鳄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它竟横渡大洋来到了这里。第二天，调查小队分成2组，大胡子和女助手乘坐直升机来到湖面上。为了找到鳄鱼的洞穴，大胡子不顾危险，直接把飞机停在水面上。另一边，凯莉、麦克和警长一行人则沿着湖边仔细勘探。他们先是在湿土中发现一枚鳄鱼的脚印，紧接着又察觉湖边小屋里的异常。透过望远镜，老太正牵着一头牛走向湖边，牛的眼睛蒙着一层布。水面上，巨鳄已经探出脑袋，似乎在等待老太的投喂。老太喊了句“过来吃饭吧”，然后拍了拍牛屁股。
可怜的黄牛完全不知道面前有什么，甚至来不及喝一口水就被巨鳄拖进湖中。这一幕让望远镜前的警长难以置信，到底是有什么大病才敢把巨鳄当宠物啊？面对询问，老太太倒是理直气壮，养鳄鱼又不犯法，警察管得着吗？过去6年，她都是这么喂鳄鱼的。警长怀疑老太丈夫的死和巨鳄有关。果不其然，2年前家里的马跑到湖边，老太的丈夫为了牵马，不小心被鳄鱼吃掉。老太虽然很痛心，但最后并没有报警，她担心一旦被警察知道，鳄鱼就活不成了。真是个大善人。大胡子这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于是他不顾女助手的反对，执意要到水下查看。可找了好几分钟，始终没发现鳄鱼的巢穴。大胡子浮出水面稍作休息，不料背后却传来低吼声。大胡子回过头，差点吓晕过去。好家伙，一个数米长的小可爱就飘在他背后。巨鳄眨眨眼睛，看了看面前肥硕的美味。或许是还没到用餐时间，巨鳄并没有表现出攻击性，只是安静地观察着大胡子。大胡子不敢乱动，只好让女助手启动飞机引擎。见巨鳄游了过来，女助手准备用枪射击，却被大胡子阻止。鳄鱼的背部十分坚硬，要是不小心惹怒了它，大胡子怕是凶多吉少。最后关头，大胡子灵机一动，打开带在身上的充气囊，分散巨鳄的注意力后，赶紧逃上直升机。然而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，巨鳄跃出水面，死死咬住了直升机的浮筒。女助手连开数枪，这才吓退了巨鳄。巨鳄一直待在湖面，始终是个隐患。于是众人想到一个完美的抓捕计划，利用直升机将一头黄牛吊在湖面上，只要巨鳄出水捕食猎物，他们就抓住机会将它麻醉。一切按计划进行。可所有人从天亮等到天黑，湖面依旧风平浪静。难道计划失败了吗？就在大家准备撤退时，大胡子的仪器似乎探测到了什么。很快，巨鳄现身，直奔黄牛。直升机带着诱饵缓缓靠岸，巨鳄也紧跟其后。在它张开嘴巴跃出水面的瞬间，麻醉枪成功打在鳄鱼的肚子上。不过，没等他们抓到巨鳄，绳子却先断了。黄牛扑通一声掉进水里，飞机也因为失去平衡坠落在湖中。庆幸的是，大胡子并无大碍，避免打草惊蛇。大家让大胡子待在飞机上，别乱动。黑暗中，湖面十分平静。大胡子朝四周看了看，并没有看到鳄鱼。他告诉岸上的人，巨鳄很可能已经离开。谁知话音刚落，鳄鱼就神不知鬼不觉来到湖边。见状，众人连忙上车逃离现场。巨鳄不堪示弱，追到了岸上。凯莉没坐稳，从卡车上摔了下来。鳄鱼一招神龙摆尾，把凯莉甩到了水里。为了救人，大部队只好留下，集中火力。巨鳄身上的盔甲实在太坚硬，子弹无法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凯莉吓坏了，在大胡子的提醒下潜入水底。可是巨鳄很聪明，他放弃和岸上的人继续纠缠，转而去追击水里的凯莉。比速度，凯莉显然不是巨鳄的对手。危急关头，他躲在树干后面避开了巨鳄。可高兴不过3秒，等凯莉想离开时，却发现脚被藤蔓缠住。挣扎之际，巨鳄也杀了过来。不过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，凯莉最后还是被大胡子拉到了飞机上。但你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吗？不可能。凯莉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，巨鳄便钻进机舱中。由于体型太大，他被卡在了里面。凯莉和大胡子抓住机会，拼命游到岸上。没想到的是，巨鳄躁动不已，竟带着直升机渐渐靠岸。是杀还是留？就在大家为此争论不休时，麻醉剂的药效终于发挥作用，众人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。可谁能想到，湖里的鳄鱼不止一条，又一头鳄鱼冒了出来，还差点咬死大胡子。警长人狠话不多，一枪轰死了鳄鱼。至此，危机总算解除。事后，相关部门抵达现场，带走巨鳄做研究。让人欣慰的是，那头冤种大黄牛也逃过了一劫。没猜错的话，这2头鳄鱼很可能是一对。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老太带着一包干粮，乐呵呵地来到湖边。宠物都被抓走了，她又在喂什么呢？我的天，湖里竟然还有好几条鳄鱼宝宝，显然是巨鳄的孩子。这个家没老太不行啊！影片上映于1999年，作为一部古早的怪兽恐怖片，巨鳄模型在当时来说已经做得很不错。特效上，鳄鱼吃熊的情节很有视觉效果。不过影片的短板也很明显，故事过于简单，一些可有可无的对话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在水时长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